大家好，我是吴艺兴。然后这个单元呢，主要是要讲日治时期呢这个咖啡文化，还有咖啡店在日治时期的发展。那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呢，就是大概因为那个便利商店啊，什么都可以很自由的、非常方便的买到这个咖啡所以对我们来说，咖啡好像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日治时期呢，同样的这个咖啡呢也是非常高级的享受那时候它才刚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个就是饮食文化被从日本带入了台湾所以也是是文学青年或者是比较有钱的一些人就是那个就是非常可以把它作为展示自己的身份的或者是在那边有点觉得自己有点高级感的这个地方。那那个我们都知道呢，咖啡它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产物那个就是但是台湾的这个咖啡呢，不是直接经由西方那什么国家影响而来，而是日本人带进来的那尤其是日治早期呢，就是日本人呢，就是来台湾的这些日本人呢，他们会就在那个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开始设置一些咖啡馆那直到那个就是变成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才享受得到的东西。那到203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台籍的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的学生呢数量大增，那这些学生回来以后呢，因为他们在东京或者是在他们留学的地方呢，接触到了当时非常新颖的喝咖啡的文化，所以呢也把这个那个文化呢引进了台湾那所以呢台湾就是台湾人居住的区域，譬如说像台北的大稻埕的这些地区呢，也开始呢渐渐有台湾人所开设的这些咖啡馆的出现譬如说非常知名的维特，或者是天马茶坊，还有坡里路等一下我们都会介绍。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呢，这个我们中文呢，虽然说咖啡店或者是咖啡馆，可是在当时呢，日文呢，它会有说咖啡那它这个咖啡呢，其实有2个意思一个就是或者是我们现在讲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咖啡馆的这意思，就是你进去可以喝咖啡，或者是吃点那个比较吃点轻食。但是呢，在那个日治时期的这个咖啡呢，它是带有一点酒家意思的也就是说这个咖啡它里面是有卖酒类的它不是纯粹喝咖啡的，它是有酒类，有那个酒类可以贩卖的。那同时呢，它也有女士就当时所说的女给酒 Q， 他们就是女服务员在旁边陪酒的这样子。但是它又跟传统的这个酒店文化不太一样它是变成比较新颖的一种那个咖啡的这个文化。所以在当时呢，你讲到咖啡就是咖啡我们现在讲的咖啡馆，它是有2种不同的意涵在里面的。那这个咖啡呢这个不管是咖啡是可以喝酒的还是不可以喝酒呢，在日治时期呢，它主要的课程呢还是以男性为主那个因为它的这个消费金额呢普遍不算太低那特别是呢就是可以喝酒的这些咖啡呢，它里面呢更讲究了它内部空间呢常常会依四季做一些变化。而且它的音乐它里面的灯光甚至植物就是四季的植物就是怎么样摆设什么东西，还有它的桌椅应该是怎么样的都非常的讲究也就是营造了一个那个非常高档的氛围出来那这个有可以贩卖酒类的这个咖啡呢，它会有个吧台，那吧台后面就是充满了洋酒是一个非常高档的洋酒棚。那里面呢，那个服务的这些女给，他们的服饰呢，也会因应时节而有不同所以当时对当时的这个男性来说是非常那个就是充满吸引力的一个地方好，那个再来随着这个大众化的脚步呢，那个越来越就是普及呢，那渐渐的也出现就是这个咖啡除了喝酒的这个咖啡之外呢，那另外也有类似就是像吃茶店 Kisaden 这样子的一个咖啡馆的出现所以就是所以有就刚刚讲的一样，有这2种的这个咖啡酒店以及咖啡馆的这2种的存在。好，那不管是这个可以喝酒的咖啡厅，或者是纯粹喝咖啡的这个咖啡馆呢，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讲到哈，它以男性为主要的课程。那同时呢，它也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好，那特别是那个台湾的一些在1920年代到30年代呢，这些那个文学青年呢，他们也都同时呢会聚集在咖啡店里面聊一下对于这个台湾的抱负哈。譬如说呢，徐琼二的《岛都的现代风景》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有描述到这些文学青年呢，他们聚集在这个就是咖啡店里面的一些情形哈。譬如说，他是这样子描写的：我来到岛都的文学青年无时无刻都聚集着的青鸟，这里呢只有一个幼小的女士在沙龙峰上的吃茶店里。许多文学青年聚在一起谈论国家社会大事，讨论着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还有对于改造刊载的小说感想，觉得自己也绝对要入选改造文艺栏而卖力的人，然后都各式各样的，确实是一幅特殊的景象。那这个咖啡店整洁而简单的地方令我感到喜欢，而且毫无曲角，这一点更是讨喜。大概也就只有文学青年的脸上都是着实的省俭拮据的模样，像是得到腺病值一般。这些文学青年身材虽然修长，却只有眼睛大大的睁着，脑袋里尽是考虑着天下国家之事。所以，这个咖啡店呢，他就是在这个徐琼儿的笔下，他是非常文学青年非常那个担忧国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聚集的地方。那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是如此。好，那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当时呢台湾呢非常著名的几间咖啡店。那首先呢是位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一间很重要的咖啡 Lion， 用日语来讲就是咖啡 Lion 这家那个咖啡店它是台北最早的咖啡店。好，那所以它也是最为时髦的这个象征。那另外呢，还有一间重要的是叫做明治吃茶店。那它是当时呢台日青年呢的文艺中心大家都会聚集在里面讨论文学。那我们这边一直说到文学青年这几个字呢，其实在当时呢对我们来说的文学青年是还蛮值得尊敬的我们跟我们现在讲的文青可能意识上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对当时的特别是对于当时的被殖民的台湾青年来讲呢，由于在政治上的各种活动都被日本镇压或者是被禁止所以他们在20年代跟30年代的时候呢，转向文化还有文学上面的这个就是运动就是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台湾新文学或台湾新文化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所以他们都以文学作为，就对于这个政治呢非常有，就是想要革新台湾的殖民困境的这些青年呢，他们就会以文学作为他们的职业。那另外台湾人所开设的第一家咖啡店呢，就是维特咖啡厅。维特咖啡厅。那还有呢，就是到现在呢都还存在的这个波丽路我们去那个就是台北还是可以看得到波丽路这个咖啡厅然后波丽路它最为人所称道就是它的法式风情的装潢那我们现在又看到波丽路在日治时期的那个广告它里面有写到音乐的殿堂。那所以这个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咖啡文化，也就是说你进去咖啡你就是要听非常流行的爵士乐等等的所以当时的咖啡厅也对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背景音乐还是非常的讲究那当时就是最时尚的音乐就是爵士乐了。我们可以从它的招牌上面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台湾受到殖民还有各种那个扭曲历史的这个印记比如说它在左上角最上面它是用汉字写的波丽路汉字写波丽路，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直的那招牌呢，它是用那个注音符号写 Morello所以然后是他又用注音符号，然后又用台语的发音那下面又有用那个就是英文字写出那个 Porello 所以它就是有各种就是就是它既要呈现出我非常西方的我很前卫的那个方式出来，那但是又要迎合各种不同的政局所以从波丽路这么小小一家咖啡厅也可以看到这些殖民地的痕迹。那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呢，叫做天马茶坊。
那天马茶坊呢，它是由当时呢非常有人气的辩士，也就是当时都是无声电影，所以需要有一个辩士在旁边解说电影的情节哈。那这个詹天马是当时非常那个有人气受到欢迎的辩士詹天马，他就是他就开设天马茶坊。那这个天马茶坊呢，还有个就是历史上很重要，就是它当时呢是228事件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发生地。整个来说虽然台湾人也开始就是喝咖啡了文学青年也向往就是在咖啡店谈论国事，但是呢很重要的当时的台湾的咖啡的聚集地呢，其实还是比较在日本人居住的地方，譬如说像龙町那个表町大河町西门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咖啡店的聚集所在这些都是当时都是日本人聚集的所在那他们强调都是非常洋溢着欧风或者是和风也就是日本风的这个咖啡厅。那当然呢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徐琼二的这个岛都的现代风景里面讲到说他去青鸟这间咖啡店，然后看到文学青年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很棒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同样一篇文章里面呢则也有描述到就是有这个女士那个就是服务的可以喝酒的这个咖啡里面呢，她的情况是怎么样，她是这样描写的她说当女士们说谎或是说话充满警戒心的时候，我大都劈头便对其咆哮，所以有时便骂他们笨蛋，或是你到那边去等着话来撵开他们。相反的呢没辙便说没辙，谎话便是谎话，不要是事实便说是事实。能坦诚以告的女士，反而引发了我无限的同情心与救济心。不是那样的话，我不只是连看都不想看到女士的脸，还希望她快那个离开这里然后现在听起来好像蛮过分的话，他就继续写下去。他说：“女士们撒谎，露骨的卖弄情色，过分的奉承。当然，这是让他们这么做的众多男性的罪恶，但是也非得要了解呢。这世上就是说真话吃亏，充满了谎言与虚伪。但是在我拯救这样的女性之前，首先必须自社会开始肃清。我对中了虚伪的毒的女性不以恶意对待。作为共鸣者、协助者，我也明白大致都是些虚伪的事，而想要选择纯真的女性。纯真的人虽有，但绝不可是软弱的。在纯真之中，必须要有着沉稳的坚强。”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想说徐琼二太过分了，为什么讲这个话？那个女士他们去也是在那边服务那你自己要去消费，你干嘛要这样子说女士呢？但是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一般男性知识分子就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咖啡或者是咖啡厅，都是比较多男性他们才可以自由进出的就是比较属于男性的这个消费空间。那他在里面也点出了，就是男性对这个新型的这些消费的这些文化，他既爱又怕又充满危机的这个一个心情在里面好，那其他呢日治时期呢文学家有写过咖啡的呢，大概就是有这几篇文章像杨玉萍的咖喱饭所以当时你在咖啡店里面吃咖喱饭也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还有杨守愚一群失业的人，赖和富了春燕回来，王师朗的十字路，还有龙吟宗的黑妞都有提到当时的咖啡的这些就是当时他们进出咖啡厅的一些体验所以同学们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读读看。关于这个咖啡，它从西方，然后经由日本，然后那个就是进来了我们台湾。那中间到了台湾以后，大家可以想想它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就是说，咖啡不只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文学作品里面，不太去讲到咖啡的味道，而是进去咖啡厅的那个感觉而已就是说还有他们的那个就是他身旁的人，还有他们在咖啡厅里面聊的这些东西，而反而咖啡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好像不是那么重要那甚至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杨玉萍的咖喱饭，他是写他去咖啡厅里面吃咖喱饭所以也没有描写到咖啡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时的咖啡跟现在是不太一样那所以同学们也是可以就是以古鉴今，想想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喝咖啡呢象征的一个怎样。譬如说有人说你是文青，你就必须要去星巴克喝咖啡带着 Apple 的电脑
好，那有人，然后就是有的人有的是认为是说，我今天要就是抵抗咖啡，因为他觉得咖啡背后有很多不公平的帝国的剥削劳力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好，那我们就先想想你今天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喝咖啡这个习惯？它又代表着什么？然后你又在哪里购买的这些大家都可以去重新思索一下，咖啡，或者是说现在的咖啡文化跟日治时期有什么不同？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同学。